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優酷2025終極戰報，肖戰28億流量斷層領跑，誠意新劇4.5億南漢霸主地位。2025年的國產劇市場注定是載入史冊的一年。當時間的指針撥回到5月，一部名為《藏海傳》的古裝巨製橫空出世，瞬間點燃了整個夏天的熒屏熱度。而當時間來到歲末年終，另一部主打復仇權謀的《長安24記》以黑馬之姿殺入戰場，試圖在最後關頭改寫年度格局。這兩部劇，一部由頂流肖戰領銜，一部由古裝男神誠意坐鎮，一部主打運籌帷幄的朝堂博弈，一部聚焦步步驚心的連環計謀。他們之間的較量，不僅是粉絲口中的巔峰對決，更是整個影視行業關於流量、品質與商業價值的一次深度大考。就在《長安24記》播出大結局的當晚，社交媒體上的討論熱度達到了沸點，無數觀眾被劇中層出不窮的反轉劇情震撼得頭皮發麻。誠意飾演的謝懷安在最後關頭那場爆發力極強的哭戲，更是被網友截屏瘋轉。不少人甚至斷言，這部劇無論從服化道的精緻程度，還是演員演技的細膩程度，都具備了衝擊年度劇王的實力。一時間，《長安24記》反超《藏海傳》，優酷新王登基的呼聲在網絡上此起彼伏。似乎那部在半年前創下神話的《藏海傳》已經岌岌可危。然而，隨着各大第三方數據平台發布最終的年度榜單，喧囂歸於平靜。數據給出了最冰冷也最真實的答案。儘管《長安24記》來勢洶洶，口碑爆棚，但《藏海傳》憑借其自5月播出以來積累的龐大底盤，依然穩穩地守住了優酷2025年劇王的寶座。這一結果並非偶然，而是由驚人的商業數據堆砌而成的堡壘。《藏海傳》全劇累計吸金超過6.8億人民幣，吸引了超過60家廣告商爭相投放。從高端奢侈品到國民飲料，品牌商標幾乎貼滿了劇集的每一個角標，而其高達28億的驚人流量，更是讓後來者望塵莫及。相比之下，《長安24記》雖然在口碑上與《藏海傳》不分伯仲，甚至在某些人眼中劇情更為緊湊，但其最終吸金4.5億人民幣，擁有40多家廣告商的成績單，在量級上確實略遜一籌。但這並不意味着《長安24記》失敗了，相反，它是惜敗於客觀條件的英雄。最大的制約因素在於體量，《藏海傳》擁有40集的宏大篇幅，能夠拉長播出週期，發酵更長尾的討論熱度，而《長安24記》僅有28集。雖然劇情緊湊無尿點，但也意味着廣告植入的空間和曝光時長天然少於對手。加之《藏海傳》佔據了上半年長達半年的流量發酵期，這種時間上的先發優勢確實難以在短短1個月內被輕易抹平。回顧《藏海傳》的成功，肖戰的個人號召力無疑是核武器級別的。他在劇中飾演的藏海，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喊打喊殺的武夫，而是一位以建築和縱橫之術為武器的智者。網友評價，肖戰的眼神戲太絕了，前一秒還是溫潤如玉的營造師，下一秒轉身眼神裡就透出復仇的寒光，這種反差感讓人欲罷不能。劇集播出期間，不僅在國內霸榜，在海外市場也掀起了藏海熱。其精緻的中式美學布景和考究的台詞，被許多海外觀眾譽為東方藝術品。即便在大結局半個月後，該劇依然能穩坐優酷收視榜前3名。這種恐怖的長尾效應，正是廣告商們願意揮舞着支票排隊入場的原因。而對於誠意來說，《長安24記》意義非凡。2025年對他而言，原本是略顯沉重的一年。此前播出的《赴山海》和《天地劍心》，雖然製作班底不俗，
但因為劇本邏輯的硬傷或角色設定的重複，並未達到預期的爆款效果，甚至讓他一度陷入了抗劇能力下滑的輿論漩渦。直到《長安24記》的出現，程毅打了一場漂亮的翻身仗。他在劇中飾演的謝懷安是一個身負滅門血海深仇，在長安城中步步為營的釣魚者。為了復仇，他以身為餌，設下24環連環計。程毅精準地抓住了角色身上那種破碎感與狠戾感並存的特質，尤其是劇中一場他在大雪中與仇人對峙的戲碼，紅衣白雪，淒美而決絕，被粉絲封為2025古裝最美名場面。網友在豆瓣和微博上的評論也印證了這一點。有高讚評論寫道：原本以為程毅今年要啞火了，沒想到《長安24記》給了我這麼大驚喜。劇本扎實，反轉不降智，程毅的演技不僅回來了，而且更成熟了。還有觀眾對比兩部劇，如果說《藏海傳》是氣吞山河的交響樂，那《長安24記》就是刀刀見血的琵琶行，各有各的精彩。這種口碑的回聲，不僅穩住了程毅的一線地位，也證明了只要劇本過硬，演員的演技永遠是最好的濾鏡。其實，將這兩部劇放在一起比較，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。他們身上有太多的共同點，都是優酷獨播，都是大男主復仇題材，主演都是古裝顏值與流量兼備的頂流。這種撞題在往年往往會導致嚴重的內捲和分流，但在2025年，優酷卻神奇地實現了左右互搏、雙贏通吃。《藏海傳》主攻上半年，確立了年度劇王的高度；《長安24記》收官下半年，用高口碑和強反轉鎖定了核心古裝用戶。兩部劇加起來超過11億的招商收入，讓優酷成為了2025年視頻平台中當之無愧的最大贏家。不僅如此，這兩部劇的成功也給行業帶來了深刻的啟示。過去市場迷信大 IP 加流量，往往忽視了劇本的打磨。但無論是《藏海傳》對復仇過程的草蛇灰線，還是《長安24記》對計謀邏輯的嚴絲合縫，都說明現在的觀眾不再好糊弄了。光有肖戰或程毅的臉是不夠的，必須要有能支撐起他們演技的好故事。《藏海傳》贏在格局宏大，製作精良，它將復仇故事上升到了家國天下的層面。《長安24記》贏在節奏緊湊，敘事高能，它精準打擊了觀眾對於拖沓注水劇的厭惡痛點。當我們復盤這兩部劇的彈幕和評論區，會發現一種有趣的現象。在《藏海傳》的評論區，觀眾更多討論的是宏大的布局、精美的置景以及肖戰的台詞功底；而在《長安24記》的評論區，關鍵詞則是臥槽又反轉了，這一季太絕了，程毅太會哭了。這種差異化的反饋，恰恰說明了優酷在排兵布陣上的高明之處，用不同風格的精品內容，滿足不同口味觀眾的需求，從而將整個市場的蛋糕做大。當然，除了主角的光環，配角陣容的加持也是這兩部劇成功的關鍵。《藏海傳》中張靜怡的加盟，為這部沉重的復仇劇增添了一抹亮色。她與肖戰之間克制而深情的對手戲，被粉絲稱為“B美學”的天花板。而《長安24記》中徐璐的表現也讓人眼前一亮。她飾演的女主角不再是鑲邊的花瓶，而是能與男主並肩作戰的智囊。兩人在危機四伏的長安城中相互扶持 ，CP 感十足。這些細節的用心，共同鑄就了劇集的超高完成度。終究，2025年的劇王頭銜花落藏海傳，這是市場選擇的結果，是流量、資本與內容質量綜合作用的產物。但《長安24記》同樣贏得了尊重，他用28集的篇幅講透了一個精彩絕倫的故事，也讓程毅證明了自己在古裝賽道的統治力依然存在。對於觀眾而言，
誰是第一其實並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這一年裡，我們看到了2部不把觀眾當傻子的好劇，看到了演員們在角色中的突破與成長。在這場沒有硝煙的收視率戰爭中，肖戰穩住了江山，誠意贏回了口碑，優酷賺足了真金白銀。這或許就是影視行業最理想的狀態，百花齊放，各憑本事。期待2026年能有更多像《藏海傳》和《長安24記》這樣的作品出現，繼續捲劇情、捲演技、捲製作。畢竟，最終受益的永遠是我們這些熱愛追劇的觀眾。